要爱就表白，浪桃花别摘。你穿平底鞋也不输姿态，少女心的青睐未必虚荣心作怪。那个假面让你期待，一个心跳也别浪费一个恋爱。一句情话也能绽放一片花海，不怕多被动的女孩，害羞还是避开。等我把刀勒好领带。Yes I do， 恋爱你就来。Yes I do， 有胆你就爱。I do， 我不听文字叫逃避，拜拜，我会为你 stand by。Yes I do。干嘛呀？你怎么来了？大哥，您行不行啊？前2天您给我打电话要找人的。我最近事儿特多，脑子特乱，把这茬给忘了。对不住，对不住。怎么了？到底是脸挖的跟要进八宝山似的？我最近呢发生点事儿，心烦意乱的。你怎么着？好点没有？我还成。你到底怎么了？说。要不然咱俩找地儿喝点，桌上聊。真不客气啊。喂，裴哥。Cici，今天你的朋友把5万块钱还给我了，没想到会这么快。你没有催他们吧？我真的不急的。是吗？是歇斯去找你的吗？哦，没有啊，是林先生过来的，把钱给我就走了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回头给你打电话啊。这刚领了证就离，哎，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荒唐吗？我刚开始确实觉得挺荒唐，但是跟我们公司这事儿比，算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记住了，啊，这都不叫事儿，有事儿就一阵儿，一阵儿就完事儿，完事儿就定下。你能不能分得清这个轻与重啊？公司，工作，这工作说破大天了，就他妈是一个工作而已，啊！你就算这工作没了，你丢了可以换，是不是？可是小乔那样的，那是感情，10多年的感情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真是丢了，你很有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谢子，我只能说你这个人呢，活得太自在，太随性了。你根本就不懂啊，在社会上立足，对大多数男人有多重要。是，
小乔对我特别重，而且这么多年，我对他一点都没变过。但是如果我拼到最后，我混的就像这砧板上的肥肉一样，任人宰割，毫无还手之力，我拿什么维护这份感情？我活了快30了，我才终于明白这道理，都他妈歪道理。姐，你最后成功了，是不是？你事业牛逼了。但我问你，没有人跟你一块去分享，你没有感情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至少到了那一天，就是我来主宰别人的世界，而不是别人来主宰我的。我问你，爱情算什么？还能当饭吃？那个姐，你看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20多年了，是吧？这个你和小乔，你说我、萌萌、猫、英子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啊，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，你就什么都没有，穷学生，一点一点的从最底层开始往起走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每天给小乔什么买早点呀，送他上学呀，把他接回家什么的。哎，我们当时兄弟，你听我说完，我求你别再说，你也别再劝我。我退1万步，我现在就算回心转意，小乔那他也绝对不会分的。而且，我现在根本就不在乎这些，我现在满脑子全是公司的事儿。如果这事要是黄了，我才是真正的一败涂地。你可不别公司了，还他妈公司呢！姐，听哥们一句劝，好吧？明天哥们排着你，去让小乔回心转意。来，喝来这个。谢思，咱们兄弟10多年了，你最后再帮我一次。你钱哪儿来的？为啥？给培哥的5万块钱。谢思的钱吗？这不是？那谢思干嘛不把钱还给我？他正好看见我了，就让我转交给培哥呀。你没撒谎啊？没有。好，干嘛呀？我给谢思打个电话，确认你没撒谎，别冤枉你了。不是，你不是谢思的钱，我的钱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在那的时候我还没点积蓄吗？难道？那你有积蓄，你当初怎么不拿出来？我这钱是死期的，当时拿不出来，到期了嘛，我这学可以了。你什么死期的呀？你是死心眼儿吧？你是不是非要跟培哥较劲啊？你上次问人借钱坑蒙拐骗的，人把你追得满楼道跑，你忘了？你这次又何必呢？我跟你说，林毛毛，你现在就是拿出比培哥多10倍的钱来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！你能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，不要这么幼稚，好不好？
发现了，就算没有培哥这件事儿，你也不会跟我在一块儿，因为在你心里边，你就认准我是一个不能翻身的人了。反正你放心吧，这钱是干净的，不是那些乱七八糟来的。你电视机呢？冰箱呢？电视机不过时了吗？想换台新的。冰箱老哗啦作响，我也想换个新的。你游戏机呢？楼下小孩不想要吗？一直想要，不让说我玩物丧志吗？这都给人了。都卖了是吧？是不是卖了吧？你就算卖了，你也凑不够5万块钱啊！5万块钱上哪儿来去？林妈妈，你车呢？我问你，你车呢？吴东，别哭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是不是？哎，我那破车不，你们都老嘲笑我吗？说那配不上我特别优秀的气质，是吧？还有说都提倡节能减排，绿色出行嘛。我这以后我换自行车，又健身，是吧？又环保，多好。林妈妈，你做什么事情你要替别人想一想。这幸好是5万，是不是50万你就要把房子卖了？够，真要欠50万，我跟你说，我也顶多我也就出卖自己的色相，我卖身上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？你就是逼我，想让我心里不舒服，是不是？你想用这个证明你比培哥更爱我，是不是？没有这样。你想太多了，和你没关系。我怎么就拿5万块钱就能证明了呢？关键问题，这钱是谢思欠的，对吧？那是我哥们儿，那我不替他出头，谁替他出头啊？再说了，不管怎么着，你也不能让培哥觉得我们这伙子人连5万块钱都拿不出来，5万块钱得求着他给，那不让你也没面子吗？林妈妈，真的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。你做这件事，你看你家现在成什么样了？电视也没有，冰箱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让我心里面特别难受，我心里特别心疼。你真的不能这样，以后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心疼我？废话。心疼我就对了嘛。那个，你放心吧，啊，我好好努力，一切都会有的。就是新的电视、新的冰箱、新的车，很快都会有。我的身和我的肾都会给你好好留着啊，妹儿。说两句就不上道了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行不行啊你？本，OK。
不是室内的。OK， 手里。不好意思，实在是太忙了。咱们也真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哈。嗯。英子小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多谢您夸奖我。上次还是麻烦您了，给您打电话，我这困在郊外了，您还派车派人来接我，我这一直想感谢您呢。还记得这事儿呢？嗯。其实跑马会这件事情，我也有责任。我当时要是把话说清楚的话，可能也就不会有这么多误会了。这怎么能怪您呢？都怪我自作主张，朋友还误会您了。我一直想跟您道歉呢，就是吧，后来您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是一直想跟你解释一下。咱们不是上次见完面吗？然后我公司忽然就出问题了。哦，是吗？特别严重，弄得我也是焦头烂额，所以心思都在公司上，也就没有什么心情再跟你联系了。别生气吧？不会，那现在解决了吗？解决了。怎么说也是在我的领导之下吧，我们拿下了法国一个大的订单。哇！今年可能会再多建几个工厂，加大建设。那好，那就好，解决了就好。公司的事儿是解决了，可是等我再想跟你联系的时候，我想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像英子小姐这么好看的姑娘，肯定好多人追，估计早就有男朋友了。我也是克制自己吧，也就没再敢冒昧的跟你再联系。我还是一个人。不过，吴先生，您是不是有心仪的女孩了呀？像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哈，表面上看的挺风光的哈，其实就是操心的命，到现在连找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。哦，是吗？吴先生，那个您现在是不是经常来健身啊？也是最近刚开始练吧。哦，我现在也是这家会所的会员了。是吗？啊，以后咱们就能经常见面了。太好了。来，祝贺一下。你怎么开着门啊？等你啊，等你2小时了。下班不赶紧回家？又去林某某那儿去了？跟他说点事儿。说什么呀？一说2小时。可是要结婚的人了啊！你既然想好了跟小裴结婚，少往那儿跑。这未来的婆婆要是知道了，今后能有你好日子过？眼睛怎么红了？没事。嗯？还说不得你啊？这个周末要跟未来的婆婆家里人见面吃饭，少给我出幺蛾子！谁呀？我。一大清早的你怎么来？这不是怕你自己孤独寂寞冷吗？过来温暖温暖你。哟，那您可是多虑了，我一人待着挺好的。弄茶呢？来来，给我倒，给我倒。哎。我听说你这次和齐江闹得挺大。哎，强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次我一定是站在你这头。你说你想怎么解气？要不然我一会儿过去，我直接给人家暴揍一顿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还想再进去一回啊？
我那又不算事儿，说你的事儿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我说齐江啊，就这孙子，就应该一脚给他踹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不就是一经理吗？每天人五人六的，我让他直接瘫床上，天天在那儿陪着你啊！每天就这臭毛病，我跟你说，有我在，我一准给他改。什么玩意儿？您到底要说什么呀？你放心，我今天来绝对不是给齐江来当说客。我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我给你讲讲感情这档子事。哟，感情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够逗的了，你还给我讲讲，那我可得好好听听。您说。你看啊，就我之前组那局，我不跟你们都说吗？我说我想跟燕儿想真正的走下去。是，我们俩可能没这个缘分，但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燕儿，她陪我去医院啊，让我拿到那个化验单。我知道我没有这个病。我第一，当然我觉得我是重新做人了，但是第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面突然我就感觉到了一个家的一种感觉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当时就是觉得吧，我不想再出去，我说每天那种不着四六的瞎混的，我想有个家，所以我想跟燕儿走下去。那个，不说我啊，说你和齐江，你说你们俩感情多不容易，是吧？我们都看着你们一点一点好，你们俩现在已经有了家，是吧？不，因为什么事儿啊？至于吗？还把家就拆散了，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呀，你们俩的感情，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。要真的你们俩分开的话，我都觉得可惜。没错，真正的感情当然值得珍惜，谁不想要个家呀？问题是，我一直以为我跟齐江有这个东西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都是我一厢情愿。我们俩不一定有你说的那种真感情。是齐江提出来领这结婚证的，对吧？是，没错。这么多年，我也一直等着这张证。我一直认为，如果有了这张证，就拥有了他对我一切的付出、感情和爱。可是问题，这张证对于齐江来说，并不代表这些。对于他来说，这就是一个拴住我的工具。而我想要的，我根本就没有等来，也许永远也等不来。是这样，就我再跟你讲，就这个离婚啊，离婚和分手它是两个概念，它是两个性质，你知道吗？就我觉得你们已经有了家了，再有天大的事，干嘛要把这个家拆散呢？就你看，你就算你再有个性，再洒脱，你也不能把这事儿办。不是谢思，这跟什么洒脱个性没关系。我当然知道这离婚跟分手不是一回事儿，可是问题是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一辈子哎。
我不能拿自己的幸福跟快乐当玩笑。我不可能一辈子都排在他家人的后面，他工作的后面。我乔慧没有这么伟大，我自己知道。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婚姻。 不管你们以后怎么样，我希望你们以后都能幸福，各自都幸福啊。本想着吧，我说能跟你说动我回心转意，我就不拿出来这个。 谢思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谢谢你，够朋友。什么呀？一辈子我都够朋友啊！行，到时候告诉你齐江肯定会后悔，就是因为公司出那么点破事儿就。哎，公司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谁都不知道谁呀？他说什么？公司那总部要把他调到一个业绩不好一分公司，今天就确定最终去留的那个。他不是刚谈了一大买卖吗？怎么又调到一个业绩不好的公司去了？反而是，我们也都觉得奇怪，这事多突然呀，是吧？反正齐江怀疑可能是他的直属的上司干的，他觉得是这样。 你想吧，我自己琢磨也是。你说他刚刚立功，集团上下都知道。你说什么人能干这种事儿呢？可能就是，也只有这种有顶尖实权的人吧。我记得齐先是盛世集团的下属公司，是吧？哼。 他们的董事长还一天到晚想巴结我，请我吃饭，就那家破烂公司能发展到哪去了？知道了。保重。慢点啊。 喂，何以吗？我是小乔，我想跟你见一面。哟，陈总，你好，来。哎，小宋，那个沈总去找胡董事长了吗？来了。 胡董事长刚到，他们已经在会议室开会了。好的好的，兄弟啊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那边有什么情况你及时告诉我啊。好嘞，放心。谢谢啊，好，我等你电话。师傅，麻烦您快点儿。
喂，宋，怎么样了？你好，请问是齐总吗？我是信达公司的业务部的小松。现在有事儿，别的事儿找我秘书。哎，对，就这儿。这么急找我是？即将调职的事儿是不是你干？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只是给他老板打个电话，怎么了？我请你马上停手，我不想把事情搞成这样。我上次也不是因为你为了他不开心，想给他点教训吧？我谢谢你，你想为我出口气，他不会因此而觉得伤害我是不对的。反而会抱怨这个世界不公平，而变得更加现实、更加疯狂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它毁得更彻底一点。反正你也不想跟他在一起，你那么在乎他做什么？我不是在乎他，我不想让他因为我而过得不幸福。行，你度量大，即将的事我会来搞定的。OK， 我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做这么多还不是因为……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。OK， 老胡啊，何以，我上次跟你说齐江的事，就算了吧。当我没说过，谢谢了。好了，齐江现在可以回去继续做他的总经理，开心了吗 ？Happy？ 我真是不明白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不需要明白什么。谢谢你，何先生。进来。哟，即将。卞总，那个您请坐。不用，赶紧说。那个卞总，我这2天就把交接工作准备好。哦，是这样。上午总部刚刚开完会，上头决定让你继续在盛达任总经理。啊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恭喜你啊，这是好事啊！啊，这样咱们又可以继续在一起工作了吗？为什么呀？能留下来，自然是总部珍惜你这样的人才嘛。哦，是吧？哎呀，那个卞总，我首先特别感谢公司对我的信任啊，还得特别感谢您。一定是您的大力支持，否则我肯定不能继续留在盛达了。哪里，这个我只不过是在旁边帮你说了几句话而已啊。啊，最主要还是你工作能力强啊。盛世集团也考虑了科汇集团的建议，决定要给年轻的管理层一些锻炼的机会。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以后还能够开开心心在一起工作嘛。我希望你全力以赴，把精力放在跟科汇集团的这次合作上，全力以赴来完成这个项目。卞总，您放心啊，我一定好好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这个机会，更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厚爱。那就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行，那您慢走，我送你。哎呀，谢谢您给我带来这好消息啊！您慢走。
这跟我斗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江湖外号小陀螺。谢谢。客气。你好，欢迎光临奥麦健身。梅小姐，您的卡啊，来哦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得，你来了。哎，你这练得真好。嗨，瞎练，这是热身。啊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练二头的。哦，是吧？要试试吗？沉吗？试试。啊，好呀。哎呦，英子小姐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英子小姐穿运动装也是这么的漂亮。哦，谢谢啊，你也真有劲儿。嗨，我这个就是瞎练。啊啊！哎，要不然我们那个其实咱们的器械时间到了，然后咱们现在上去吧。好，就那个不好意思了，我得去那边 VIP 去练了。那个回头咱们再聊，好吧？拜拜。拜拜。你说你这一问三不知的，你让我怎么帮你判断呀？要不然，我觉得啊，你还是把病人直接带过来做个检查，这样得出来的结果比较准确一些。我没法带他过来，我能带他过来，我今天就不会自己过来这么折腾了。这样，大夫，您就是大概告诉我一下，如果得了这种病，治愈的可能性是多少？这不能一概而论。这要看他到底是因为生理因素还是心理因素造成的，有的时候吧，可能只是因为紧张，那等情绪缓解了，自然就好了，可不能直接就给人家判死刑了。我没判死刑，我明白，就是您说的，如果是心理因素的话，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大。那如果是生理因素的话，治愈的可能性是不是？小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生理因素也包括很多种。你现在说了半天，我见不到病人，也不能贸然的给你下结论，是吧？那我觉得你还是先把病人带过来吧，好吗？是拿个药就走吗？怎么验孕了呢？别提了，我都跟那医生说了，就是月经不调，让他给我开点药，非得让我验孕，说现在什么规定，不验孕不给开药，真够教条的，这不等结果吗？哎，你那儿怎么样了？人家说，男的不来看什么看啊？什么检查都做不了。你跟他提我那朋友了吗？你提了，没用。人裴哥不来，我来，怎么可能能看成呢？乔贺，乔贺，哎，来啦！你不要检查结果了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妈。这是怀孕了。
Hello。这么快就聊？啊，今天来的比较早。哦，练完之后显得更漂亮。谢谢。那个，要不今天一块儿喝个咖啡、吃个饭什么的？哟，今儿可能不行了，我今儿约了事儿了，改天吧，改天我联系你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行，那我就先撤了。啊，好好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车钥匙找不着了。啊，是吗？别丢了呀。在不在？要不帮你找吧。没事，我找找啊。嗯。哎呦，我这脑子每天想太多事儿了，天天丢三落四。忙，都这样。别笑话我，真是。会不会？有吗？啊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找着就好。你说我跟个小孩似的，天天真是丢三落四。行，那就我先撤了，好吧？啊。改天我约你，咱们一块儿联系，一块儿吃个饭。啊，好好好。水给你。啊，谢谢。拜拜。我想说，然后呢？没然后，好朋友变成了借口，适可而止的温柔，连沉默也不能太久。也许在我斗嘴，你摇头，在眼神另一种交流。可为何我们偏就缺了那一见钟情的理由？